特制书包纸的话哈，由于它比较薄，的话，我们安排磁铁的时候呢，一般要7块。大家看，1、2、3、4、5、6、7，为什么要7块呢？它中心有一个点，然后一会儿到时候要舒展它的时候，由这边往那边走，这边往这边走，正好就好走。这是一个哈。一般来说，我要是用以前嘉轩的话呢，差不多5块就够了哈，差不多5块就够了。我们把它吹干了以后，一定要摸一下，差不多都干没有已经如果都干了，那就可以了。我们刚刚已经把墨稿照了相了，你看一打湿，马上它纸就舒展了，看着就更好看了。基本上打湿以后，大家看多余的水分现在都在往下流都在往下流，这个没关系。我们看这些地方都是皱巴巴的，为什么呢？因为纸一湿了以后它就舒展，一舒展开以后，相当于纸就变大了。这个时候磁铁是固定的，是吧？它这个纸就看着很皱。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去想办法把它拉平了。这是个技术活但是呢，熟能生巧，只要你掌握了它的方法。大家看我怎么我首先刚刚吹了画以后，我马上就去把手洗了干什么？就把这只手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烘匀的时候都是在顶上，但是我手要去的位置，我不能说在这里去的我都必须要压着它。那我以它作为中心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轻轻拉一下。纸越湿越好去控制，因为纸湿了以后它粘手。我稍微的把它动了以后，我一拉它就平了。你看，马上这边就很平了，是吧？但是这边还很皱，从这里看得出来，是吧？还很皱。这时候怎么办？又把它拉一下，是吧？以此类推，很简单。虽然是个技术活但是习惯了就很简单。好，看看，因为刚刚我们在这里挨了一下，像这种情况打湿了，它都容易手会沾一点脏。看还行，还行的话擦一擦。看看哪个地方还不平，一定要保证这个，一定要保证纸要平，只有纸平了，我们在烘染的时候效果才好。要不的话，纸是凹凸不平的话，烘到这个地方，纸会起印子。会折起来，一折起来，一烘这就是一条印，一烘就是一条印，那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好，我们现在把它弄好以后，还很湿，没关系，我们调色。两边水都差不多，就将就这边吧。今天这张画呢，它基本上还算一张就冷色调的作品，冷色调偏一点点暖色调，我们就主要就调成冷色调。你比方说太青蓝，大家看我们首先我们调色的时候大家一看，哇塞，调颜色都这么深，是吧？烘匀都这么深的颜色，没关系，因为我们在通过颜色的这个变化它一会儿不会深的。胭脂，
山绿，你看太极蓝、胭脂、山绿，这去了以后啊，这颜色就已经就稍微就淡很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一加藤黄，马上颜色就是比较，把这几种颜色都上了以后，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什么呢？看画面，看画面这个整个的色调啊，它是个大概是个什么色调？我们云啊，烘染云的色调，不是说是跟这个山的100%一样吧，但是至少要雷同，要相同啊。哎，你看，这个又调了一点白色呀，它那个藤黄进去，它就更厚了。这个时候我刚刚说了嘛，这个冷色调里面有一点点偏暖色调，所以说加一点点这个朱标。现在我就这6种颜色，就是通过这6种颜色调出来，哎，各种不同的色调。把你调的颜色都调好以后，再搅和一下，搅和一下，看一下，哎，还差的话，还差什么颜色，再加一点。好，把调的颜色一定要怎么样呢？揉到笔根去。使劲，你看，也相当于把笔根的颜色又再揉出来。好，把它揉好以后，就干什么？刮笔，基本上刮到不出水分，然后把笔尖挤干。好，这个就算是把调色的这一部分这个弄好了以后，然后就蘸水。蘸水不是说蘸一笔水哈，是把笔尖啊用蜻蜓点水式的技法，你看稍微在盘子里稍微点一下，啊，稍微点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差不多，正好就是我们可以画的啊，因为干度它是这样子的哈，比如我喷湿了以后都喷的一样湿，哎，但是它水呀最先从上面就呜往下流，这个时候下面还很湿，你看还有很多水，但是上面已经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啊。我们把它画了以后，调好以后。你看，之前是画了很多什么，就是很多的，在上面做了很多的痕迹。这个痕迹呢，哎，又像是山上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植被啊，又像是什么？又像是云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烘云的时候，会把这些全部，你看，基本上啊，会把这个和云都融为一体，基本上。这样画完以后，你看把云画了以后，刚刚还很清晰的这些笔
鼻注鼻注印啊，基本上看了它就跟云啊就很好的就衔接了。刚刚我们说了嘛，我们在烘染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云的走向。上次专门给大家画了一堂，上了一堂这个云彩的怎么样去烘云的课程。给大家画了张冷色调的，一张暖色调的，就是讲云的一些关系。比方说，我们当时讲，我如果这边有一条了，这边如果再画一条，我就不要画一条跟它对着，错开一点。错开一点，大家看。它就怎么样呢？它就会明显感觉到一下子，这个云它有层次，错落有致。你看，它就看到就错落有致，是吧？云的感觉云的形状基本上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一条还大小差不多。你看我们在烘染的时候现在用的劲都蛮大的，基本上这个纸呢，它不起球。好，然后这边也很关键这个其实就像是这上面有座山，是吧？然后这里下面是云衔接的地方。就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去换颜色，还是刚刚那一笔这个颜色。基本上我们要保证这个云基本上保证这些颜色全部是用到云上的。像有些地方我就会怎么样呢？我就会画一点云跟它若即若离的感觉。你看现在这么一画以后，是不是上下就呼应了刚刚没有画这个之前就觉得顶上也不舒服，下面也不舒服。你看这边就看出来，它就不太舒服，是吧？我们把它画完以后，现在鼻上没什么颜色了，就将近我们还是开始烘云的颜色。我们再蘸一笔，就画旁边，画旁边，放到这里吧。这个也是在衔接。这个洗鼻尖是很关键的。你看，我们每次蘸一点水，
把笔尖洗一下以后，就保证这个笔尖要干净。这样子画出来的云，它才有层次。这里太高了，我要站起来画了。红云呢，你说它这个难不难呢？它肯定也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做什么东西要做到心中有数，是不是啊？红云呢就要做到心中有云。做到心中有云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在画的时候，哎，你看我随便画哪一笔，但是我都要考虑这个云和下面云的关系。有些做到什么？让它这个形断意不断，哎，有些又让它整个云啊，该留空的地方留空。哎，你看这个时候我笔上颜色没有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干什么呢？就通过这个去同染它，把有些不必要的亮，你不要说，比方说哈，像这一条，刚刚这一条很亮，这一条也很亮，它们两个就亮在一起，就不太好看，怎么办呢？我把下面压下来。把上面就自然而然的，哎，就凸出来了，是吧？好，然后退后看一下，这条这个弯的不是太自然，是吧？弯的不是太自然，怎么办呢？把它过渡一下。一般我在染的时候，就是染什么？就染什么呢？云和山相接的地方，就是过渡这样子它们就能够很好的就过渡开。真的，这留白的地方是干什么？是云的这些是云和山相接的，它里面是隐是现的，哎，又有这样那样的这些。你看今天天气比较热，这个差不多这个就已经干了，我还要再喷一点点水。先喷到这边，先喷一下，然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没染，墨又用完了，那个颜色又用完了，我们又再调一点，不是调一点，再加点那个。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逐步的，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丝云啊，会感觉到有一丝云，但是呢，它又不要去跟这边去抢，是吧？哎，整个感觉这个云啊，它就有些薄的云，有些这个有些比较厚的云，这么出来这种感觉就可以了。这下面也是边画，我有时边在往后退，干什么？退的目的就是看一下。刚刚在群里有老师问到啊，下周六不上课啊，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在群里再通知一下。会的啊，因为每次只要当天要上课，我都会给大家发通知啊，以公告的形式发通知告诉大家。主要是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忙，或者是有些事情比较多，可能会忘记啊上课的事情，发一个公告啊，通知一下大家，这样大家就可以想得起来。哎，你看这个瀑布啊，通过这个一烘染以后，是不是反而更亮了？为什么会显得更亮了呢？那就是两边加深了，这个下面也加深了啊。下面呢加深以后下来，哎，雾气。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之前染了这个人，之前把这个人啊加了，所以说特别要小心。你看我这里都是搭上去，没敢去拖，一拖的话，点的这个颜色就容易出问题。它也是一样的，给别人感觉到有一点雾气啊，因为这么大的水冲下来会产生一定的水汽。哎，这样子就过来了。总算把这边把它给这个弄好了，弄好以后，然后刚刚喷到水这边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颜色，我们可以加一点，因为这个颜色它靠近远处一点了，是吧？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你看我又加了点藤黄，加点朱标，就是我们还是以绿色冷色调为主，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又比刚刚要什么呀？要红一点。哎，看这颜色比刚刚是要红一点了。把这个颜色调光以后，又使劲的揉，揉好以后，好，把它笔尖挤干，笔尖蘸水。我们下周评画是哪一天？给大家说一下，那天停止评画一阵。基础班是每周周四点评。对啊。也就是啊这样的，我们这节课第9课上完之后，今天是周6、周4啊基础班的
点评作业。那么下周我们周六不上课的时候，那一周的话作业点评也是暂停的，因为助教老师也在面授班的现场要去点评作业。我们面授班白天是全天上课，晚上都是助教老师全程去辅导指点大家，所以就是大家关注群里的通知，或者是您觉得群里消息多不想关注的话，给我发微信，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都可以，我的微信号18870379135大家记一下，微信号也是电话号码，有时候微信比较忙没回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正好这个4尺横幅的作品比较大，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复的去回看课程去练习。你看，基本上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画完但是这个云的感觉就已经非常的厚重了比较饱满了。这里也是逐步再用这种颜色，再用刚刚我调的颜色和前面的颜色把它过渡一下。这上面是炊烟，这里是炊烟，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兼顾一下，感觉里面又有烟在走，但是呢又没有这么。你看，我就会非常的注意，因为最大的出烟孔是在哪里？最亮的就是在这下面，是吧？在这下面，去上面这些你就大胆的去染它。把它又过渡一下。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一点，你要把云一烘染整个这个画面就显得，我刚刚说了嘛，这个云彩它起的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没染的时候，哪怕就这么一点没染，你都觉得这里都不舒服。但一旦染了以后，是吧？这前面这一染了以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是吧？特别的舒服。这后面其实就很简单了，后面就主要就把它虚过去。当然，在虚的过程中它也不是说是就突然一下子就这个，还是有过渡的。